神演义》中对昊天上帝和瑶池金母的描写并不多，但从南极仙翁去天庭借聚仙旗可以看出，南极仙翁在瑶池金母面前只能称臣，并且瑶池金母根本没有露面，命几个仙女将聚仙旗送出来。瑶池金母还是蟠桃会的执牛耳者，很多三教中的修仙者也有资格受邀参加蟠桃会为荣。路亚道人在自吹自擂时也说自己不屑于赴蟠桃会，这明显是吹牛。在封神故事中明确写到了昊天上帝和瑶池金母是一对夫妻，龙吉公主就是这两位大佬的孩子。龙吉公主多次提到自己的父亲是昊天上帝，自己的母亲是瑶池金母。在历史学、社会学等大家名著中，曾经很多次提到，人类在刚刚开始的时候都有崇拜心理，都有各自崇拜的神仙，直到现在也是。只不过人类最开始崇拜的神是自然神，基本不具有人格。后来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，神的形象越来越完善，越来越具体，有原来模糊的、笼统的、大体的神，变成了丰富的、具体的、细化的神。比如一开始人类崇拜的神基本是太阳神，或者崇拜火神，因为这是人类对大自然最直接的感知。当时的人类需要火、光明、温暖、食物等，在那种恶劣的自然环境下，生产力水平太低，这是最迫切需要的东西：火、光明、温暖、食物。所以这是第一阶段，崇拜模糊的自然神，不具备人格。随着生产力的逐步提高，人类最早社会的不断进步，这种最开始崇拜的神进一步具体化、形象化和丰富化。这时候进入第二个阶段，崇拜具有人格形象的天地。这是各大文明或族群比较普遍的现象。到了这个第二阶段，中国文明中的神仙体系算是得到了进一步的完善。在这个阶段，中国古代崇拜的天地就出现，这时候天地依然是无所不能的神。在这个阶段，古代的书中出现过很多天地，或者类似于天地的最高神，比如帝俊，比如昊天上帝，比如炎帝、黄帝，比如伏羲等。由于中国地域面积庞大，在很多部落族群中也有自己所崇拜的最高神天地，文学作品中也会出现新创造的最高神。在一切学派或教派中，为了宣传某种观点，也会新创造一些最高神天地或神仙体系。这一个阶段的最高神天地基本有一半的人格，教会大家很多东西和技能，对人类贡献很大，比如教会人类打鱼狩猎、采桑养蚕、礼乐教化等等。这个阶段的天地基本是只有对人类的贡献和功劳。核心先生考证，伏羲和黄帝其实是一尊神，这俩分别是不同部落崇拜的天地，因为他们对人类的贡献基本是一样的。到了第三个阶段，这时候人类的社会基本已经很完善，文明已经很成熟，所崇拜的神仙体系更是完全完善了。这时候的神也是更加具体化，也更具有人格。比如除了原来模糊的太阳神、农业神、土地神，出现了财神。财神的助手都是很明确的招宝天尊、纳真天尊、招财使者、历世仙官，出现了福禄寿三星，出现了送子娘娘。天庭之主也有仙女伺候。雷部众神中，雨雪雷电也细化到各有一尊神负责雷神、风婆、推云童子、布物郎君等，不再是以前笼统的雷神、雨师了。天庭也很详细的划分为三省六部、文武百官。天上的神仙也有七情六欲，也有私自下凡的。蟠桃园和御马监的仆人也分得极为详细等。这说明到了第三个阶段，人类已经按照自身的特点，把神仙体系完全改造成熟完善了。这个时候的最高神已经不再是模糊的天地了，而是有名有姓、五脏俱全、音容笑貌宛在人心的。在道教中，玉皇大帝的全称是昊天金阙无上至尊自然妙有弥罗至真玉皇上帝。在《西游记》中的称谓是高天上圣大慈仁者玉皇大天尊玄穹高上帝。在对比两位大帝的描述有相似之处，昊天上帝和玉皇大帝不是同一尊神呢？
我觉得不是。虽然在《封神演义》和《西游记》中，昊天上帝和玉皇大帝都是天庭之主，但是区别很大。按照角色和职权划分，昊天上帝的职位是天帝，即天上的帝王。关于天帝是谁，有很多版本，例如帝俊，例如东皇太一，例如三皇五帝。虽然是人间的帝王，但后来都被尊为天帝。五帝其实是五方帝，也就是镇守五方的将领。而玉皇大帝仅是协助三清的助手，四御都是协助三清的助手。昊天大帝和玉皇大帝的比较，就相当于总统拥有全部权力和总理只有行政权。再来看瑶池金母和王母娘娘，《封神演义》中的瑶池金母和《西游记》中的王母娘娘是极为相似的形象，是从《山海经》及其他的传说故事、文学作品中的西王母演化来的。因为传说中西王母出自《山海经》，居住在昆仑山。西王母有不死神药，这两尊神是从西王母那里演化来的，本来是掌管善恶刑罚，后来演化成瑶池金母、王母娘娘，掌握蟠桃，居住在瑶池。还有其他的神话这样描述西王母：盘古开天辟地之后，出现元始天王和太元玉女，两人生下天皇和九光玄女。天皇就是扶桑大帝君东王公，号称木公，为男仙之首；九光玄女就是西王母，号称金母，为女仙之首。按照我的观点，这两本书中的天庭之主并不是同一尊神，有人可能持反对意见，觉得如果是同一尊神更讲得通。说的也有道理。首先，这两本书的故事框架就不一样。封神故事中的三界最高精神领袖是红军老祖，天庭之主是昊天上帝。西游故事中，三界最高精神领袖是三清，天庭之主是以玉帝为首的四御，这四御都是协助三清的助手。举个不恰当的例子来说明，相当于方丈和主持的区别。其次，封神故事的背景在商朝，西游故事的背景在唐朝。在西游故事中明确说道，天上1日，地上1年，从商朝到唐朝这么一段时间，在天庭看来也就很短的一段时间。难道从商朝到唐朝这一段时间内，天庭发生政变了，还是发生换届了？在上古时代，天地之间有战争，有争夺，黄帝与炎帝曾有战争，二者皆为曾经的天帝，也可以有类似这样的运动。所以我猜测，天庭并不是一成不变的，并不是始终由一位天帝长期统治天庭。第三阶段的神仙是可升可降，有血有肉的。东华帝君可以转世为吕洞宾，玉帝起了一丝机心，就要让三魂七魄中的一魂去下凡投胎。可见第三阶段的神仙已经完全和人一样了，就是比人能耐大。天庭也和人间的朝廷一样了，有改朝，有换代，官员神仙有升有降。正因为如此，12金仙势力强大起来，所以昊天上帝才想征召12金仙上天入职。以上就是今天的内容，喜欢请订阅、点赞、转发，感谢观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